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莽荒古域坐落在中州东北之外，萧炎一抵达这边就出去搜集有关莽荒古域的情报。据说先前进入古域的那批人已经全部死掉了，其中不乏一些斗尊强者。好在明日这边的一些强者会一起进去，萧炎打算跟在那些大部队后面先观测一下。另一天，萧炎几人踏进森林后没多久，就遇到了莽荒古域的毒瘴。小医仙拿出自己特制的避毒丹给他们服下，伴随着他们的深入，周围的毒雾也越来越浓。当看到前方一个斗尊强者死在毒雾之下，萧炎终于感觉到不对劲。小医仙直接抓了一把面前的毒气吸入体内，片刻后他的娇躯一颤，脸色相当难看。这些并非是毒瘴，而是小到肉眼都看不见的毒虫。那些人吸入体内的就是这些数以亿计的微小毒虫。小医仙体内本就蕴有剧毒，毒虫一进入就被毒死，所以才没有第一时间发现。萧炎感觉浑身发麻，火速运转体内的异火焚烧自己。驱逐掉体内的毒虫后，萧炎手掌浮现一火，拍在彩铃几人身上。他们几人的体内响起一连片的吱吱叫声，听得人心头发麻。萧炎吐出一团异火，悬浮在头顶上。这些毒虫能够无视斗气护体，但却惧怕异火的高温。他叮嘱其他几人不要离开自己周身5丈的距离。萧炎心中轻叹一声，先前进来的数千人庞大队伍，能真正闯过这片诡异毒瘴的人，怕是不到1/10。冲出毒瘴后，出现在萧炎等人面前的是一道足有数百丈庞大的天剑。天剑极深，其中毒气缭绕，根本看不到尽头。而在天剑之后，是一片连绵无尽的山脉。这些山脉如同一条条巨龙盘踞着，一股古老的气息从其中弥漫，那里才是真正的莽荒古域。萧炎拿出当初从菩提化体弦中沉淀出的菩提子。莽荒古域极其辽阔，其中凶兽数之不尽，乱闯的话，就算是萧炎他们的阵容，也怕是凶多吉少。萧炎眼眸微闭，细细地感应着菩提子的动静。好一会儿后，他睁开双眼，看向西北的方向。或许是这里离菩提古树太远，无法清楚感知确切的地点，但从菩提子反馈的信息来看，大致是那个方向。萧炎几人盘坐在石头上休息。探路回来的青城长老说，前方并没有什么太过危险的地方，不过他遇到了一支队伍，似乎是天明宗的人。青城长老在暗中探测时，听到天明宗打算偷偷将他们前方的势力解决掉。萧炎摇摇头，不打算去管他们，准备自己走自己的。但刚起身，他突然心头一动，问青城长老前面那个势力是哪方的。听到青城长老说好像是花宗的人，萧炎站起的身子顿时凝固。青城长老迟疑了一下，少阁主，您打算？萧炎带着冰冷杀意的声音响起，动手宰了天明宗。上一次天明宗劫杀他的事还没算账，这次既然遇见了，那说什么都不能轻易放过。当然，萧炎心里其他的小九九咱就不说了。此时的云韵正带着花宗的长老们狼狈的逃命。先前他们和凶兽交手时，惨遭天明宗偷袭，害得此行最强的一名花宗9星斗尊的长老惨死凶兽掌下。在萧炎的帮助下，云韵已经将花婆婆传承给她的斗气尽数炼化，如今她的实力已经达到了8星斗尊层次。而花宗的几位太上长老因为必死关的缘故，并没有跟来，现在他们的实力大降，才会被天明宗追杀得如此狼狈。天明宗追击他们的人中有2名9星斗尊，很快他们就追了上来。天明宗的副宗主柳苍觊觎云韵和纳然嫣然这对师徒已久，他望着他们俩，忍不住舔了舔嘴唇。虽然花宗那些闭关的老不死很棘手，但现在只要把其他人都杀了，然后将云韵和纳然嫣然囚禁在天明宗，他就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。柳苍身后的妖花邪君怪笑着说，还是赶紧出手吧，免得迟则生变。柳苍手掌一挥，让手下的人将除了云韵和他弟子之外的全杀了。花宗的人被天明宗强者团团包围。云韵说等下他会突破一个口子，让纳然嫣然速速离去。纳然嫣然握紧手中的长剑，若是云韵落在了他们的手中，那他活着也没什么意思，还不如一死了之。看纳然嫣然这么倔强，云韵也很无奈。面对天明宗强者的围杀，本身就带着伤的花宗长老很快就不行了。云韵和妖花邪君打斗间，纳然嫣然的身影倒飞而出，喷出一口鲜血。
云云脸色一变，将倒飞的纳兰嫣然一把抓了回来。药花邪君抓住这一瞬，将云云打得连连后退，撞击在一座巨石上。药花邪君一脸邪笑地说着，等云云日后被副宗主调教好了，他会让云云的小情人萧炎来见见他的。说罢，药花邪君手中的铁扇极为狠毒地点向云云的小腹处。云云银牙一咬，刚准备迎战时，天空上传来一道惊雷般的破风声，一个巨大的金色影子落在他身前。金色巨人的拳头挥动，直接一拳将药花邪君轰成一滩肉泥。天明宗的强者见药花邪君瞬间变成肉泥，身形连忙后退。柳苍目光阴沉，问阁下是何方高人，并且搬出天明宗，想要吓退对方。金色巨人冷冷一笑，一脚踹在药花邪君的尸体上。恐怖的力量让尸体犹如一枚炮弹，狠狠射向柳苍。柳苍脚掌一跺地面，身形闪现在金色巨人头顶上。他倒要看看这人究竟是什么来路，居然敢染指天明宗的事。金色巨人无视柳苍的凶悍攻击，直接一拳打爆他的黑色巨龙。见柳苍被那股力量炸得倒飞，天明宗强者眼中露出一抹惊骇。虽然柳苍坐上天明宗副宗主的位置有些水分，但也的确具备斗尊巅峰的实力，是他们这群人中实力最强的。却没想到他在金色巨人手下一招都走不过。柳苍挣扎着爬起身，让天明宗所有人跟他一起出手。见近10来名斗尊强者同时出手，云云脸色一变，急忙大喊：小心！金色巨人冷哼一声，不退反进，璀璨金光从他体内暴涌，远远看去如同一尊佛怒金刚。他的拳头穿过空间，尽数倾泻在那些天明宗强者身体上。除了柳苍和一名竹竿似的黑袍老者，其余人全都喷出一口鲜血，身体也被打得不断倒飞。见天明宗的强者被震得生死不知，柳苍心头一凉，连忙喊着有话好说。见金色巨人丝毫不理会自己，柳苍当机立断，直接逃命。但很快金色巨人就追了上来，一拳轰在了他的背心之上。柳苍体内的内脏甚至骨骼瞬间被震成粉末，眼中的生机也迅速消逝。他到死也想不通，自己不过是追逐云云等人而已，怎么就招来了金色巨人这么个杀神？天空响起一阵破风声，天明宗那名竹竿似的老者重重砸在地面。云云望着前方出现的那群人，脸上浮现一抹震惊。你是美杜莎女王？见到云云，彩铃眉头一皱，目光转向金色巨人，鼻尖传出一道冷哼声。难怪这家伙一听说花宗出事，就如此火急火燎地赶过来，原来是云云也在这里。彩铃的举动让云云一怔，随后她震惊地看向那道金色巨人，嘴里喃喃道：萧炎。一旁的纳兰嫣然娇躯一震，不太敢相信将天明宗队伍彻底毁灭的人居然会是萧炎。服下萧炎给的丹药后，云云的眼睛在他和彩铃身上扫了扫，像是随意地问他们怎么会在这里。听完萧炎的回答后，云云的眼神最终还是停在了彩铃身上。当年他们的见面并不是很愉快，没想到再次见面居然是在这种地方。性子冷淡的彩铃点点头，并没有多说什么，也没有和云云深聊的意思。看彩铃这样，骨子里有些高傲的云云自然也不会主动热脸贴冷屁股。萧炎有些尴尬，求救的目光望向小医仙，但小医仙也是斜瞥了他一眼，就转过头去。萧炎有些郁闷，没想到平日里温婉顺从的小医仙，这时候也会抛下他。还好花宗的长老上前和他搭话，缓解了他的尴尬。从花宗这里，萧炎得知其他势力已经快要接近莽荒古域的古玉台，那是一处远古遗留而下的地方，一般凶兽不会靠近，那里算是莽荒古域中的一块安全区域，而他们距离那边还有着将近2日的路程。大凡天地奇宝，必有异兽守护，更何况菩提古树乃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奇宝，守护它的异兽实力必定是极端恐怖。凭萧炎他们的力量很难成功取得菩提心，所以他想要借助其他势力的力量，在最后浑水摸鱼。萧炎让云云他们跟自己一起赶路，遇见麻烦也好互相帮忙。云云想到自己这边都是伤员，点点头，依靠他们自己想要抵达古玉台还是有些困难。云云让萧炎往东面的路线走，西面那边虽然更近一点，但那边的主道被一头战斗力足以跟5转斗尊巅峰强者相媲美的远古天魔蟒占据。
若是从那边穿过去的话，必定会惊动他。听到远古天魔蟒的名字，萧炎有些发愣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